末世降临，弟弟为资源将我推下高楼。赵征，你去死吧！再一睁眼，我们竟一起重生了。他抢走我的无限增加系统，却连瓶水都造不出，而我用他嫌弃的无限减少系统建起了一座末日堡垒，喉咙里还翻涌着海水的咸湿气息。我大口喘息着，猛地睁开双眼，面前居然出现了刺眼的阳光。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发现自己竟重生回了末日降临前72小时。客厅里，母亲王秀兰正端出早餐，弟弟赵明咬着面包刷手机，一切都和记忆中的那天一模一样，除了我脑子里多出的5年记忆。3天后，一场暴雨和海啸将会带来末日，无数房屋被冲垮，我们和隔壁的高楼成为了附近唯二的孤舟。紧接着极寒到来，所有物资彻底消耗殆尽。我的亲弟弟赵明为了节约资源，将我推下高楼，他狰狞着对我说：“赵征，你去死吧！”我从30层坠入漆黑的海水，最后看见的是他转身离去的背影。而现在我回来了，而那个声音也准时响起：系统绑定程序启动，请选择无限增加系统并无限减少系统。赵明几乎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，他脸上那种狂喜和贪婪让我明白，他也重生了。他尖叫着说：“我选。”王秀兰吓了一跳，问他发什么神经。赵明没理他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眼中满是得意和挑衅。前世我选了增加系统，靠学习各种原理，在末日挣扎了5年，而赵明选了减少系统，整天抱怨没用，最后把一切失败归咎于我。这一世他抢先夺走增加系统，以为能复制我的成功，可他忘了我能活下来，是因为我那5年没日没夜的学习，而他赵明连高中化学元素表都背不全。我声音平静说：“我选 B。”系统提示绑定完成。赵明已经迫不及待开始试验了。他抓起茶几上金戒指，盯着他额头冒汗，嘴唇紧抿。1分钟后，戒指毫无变化。王秀兰担忧地问他是不是中邪了。赵明挤出笑容说没事，瞥向我问我这减少系统能干什么。我没说话，拿起玄关处的一块砖头，心念一动，砖头在我手中瞬间缩小成指甲盖大小。我又减少它的重量，砖块飘了起来，轻如羽毛。王秀兰惊呼出声，赵明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嗤笑说：“你能变出食物吗？能变出水吗？末日来了，你这把戏屁用没有？”我没反驳，前世也是这样。所有人都觉得增加系统才是王道，直到他们发现，想要复制一瓶矿泉水，得先弄懂水的分子结构和净化工艺。减少系统确实不能无中生有，但它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无限的效用。我和前世害死我的弟弟重生回末日前，他抢走了我的增加系统却不会用，而我知道他不要的减少系统同样大有用处。我去二手市场买下一台老式柴油发电机和其他生活物资，搬回我租的单间。赵明倚在门口看我整理物资，他嘴角挂着嘲讽的笑说：“哥，你就准备这些垃圾，等我的系统研究明白了，我能复制出够吃1年的粮食，够用10年的燃料，你这点东西3天就耗光了。”我没抬头继续检查发电机的油路，赵明讨了个没趣，悻悻离开。剩下的时间我开始测试系统的其他功能。我对着杯热水使用能力，水温从80度降到56度，刚好是能入口的温度。又用水果刀试了试减少硬度，刀身变软可以弯曲，但恢复原状后出现细微裂痕。最让我惊喜的是减少代谢需求。我咬了一口压缩饼干，使用能力减少身体对它的代谢消耗，饥饿感立刻缓解，甚至有种饱腹的错觉。这个能力在末世堪称开挂。倒计时最后24小时，我前往隔壁的锦绣大厦，一栋42层的写字楼。前世海啸时，这栋楼因为地基坚固结构特殊，水位只淹到33层。最关键的是，这里有个小型数据机房，有独立的备用电源，这是我计划中的第一个据点。末日倒计时2小时，我站在锦绣大厦34层的落地窗前，看着这座即将毁灭的城市。街道上车流如织，人们行色匆匆，无人知道灾难还有2小时抵达。9点30分，手机推送第一条警报：大平洋海域发生9.1级地震，可能引发海啸，请沿海居民立即撤离。我和前世害死我的弟弟重生回末日前，他抢走了我的增加系统却不会用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避难所。海啸即将到来，社交媒体开始出现零星讨论，多数人不以为然。我从登山包里取出望远镜，对准东南方向的海岸线。10点整，天边出现一条白线，紧接着越来越近，越来越高。海啸正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冲向城市。第一波撞击很快发生了，低矮的建筑像积木一样被推平，汽车像玩具般翻滚，人们奔跑的身影瞬间被浊浪吞没。海水灌入街道，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。我所在的34层开始感受到震动，楼下传来尖叫声、哭喊声、撞击声，水位最终停在了33层。整栋锦绣大厦只有上面9层露出水面，像海面上的孤岛。电力中断了，我启动柴油发电机，机房的灯光亮起。我听到下面传来混乱的声音，幸存者正在往上爬，哭喊着上面有人吗？救命水涨上来了。我没有理会，这不是冷血，而是生存经验。当人们发现外界彻底失联，饥饿就会驱使人变成野兽，而一个拥有大量物资的独居者就是最好的猎物。赵明此刻应该还困隔壁那栋35层的老楼里，我甚至能想象他此时的窘迫。因为无限增加系统需要彻底理解物体构成原理，而赵明是一个高中辍学，靠着父母溺爱混日子的家伙，他对这些一窍不通。果然，第3天下午，我通过机房监控看到赵明正在和同楼幸存者争吵，他激动的面色通红，大喊着：“我说了需要时间，你们急什么？”我和前世害死我的弟弟重生回末日前，他抢走了我的增加系统，可海啸到来，他却发现他根本不会用。同楼的幸存者质疑他说：“你3天前就说能变出食物，现在连一杯水都变不出来。”赵明支支吾吾说：“那是系统太复杂了，
你们懂什么？另一个幸存者说我们不懂，那你把系统给我们用啊！争吵升级为推搡，王秀兰挡在赵明身前，坚身维护儿子。最后是赵明的发小林浩出来打圆场，说都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。林浩看向赵明，语气温和的说：“明哥，你再试试，哪怕变出一点饼干也好。”大家真的快撑不住了。赵明脸色铁青，他转身回屋，重重摔上门，拿起桌上的一个空杯子，额头青筋暴起。5分钟后，他愤怒的把杯子摔在地上，说什么破系统。王秀兰在一旁小声劝他，要不找你哥帮帮忙。赵明吼道：“别提他，他现在指不定死哪儿了。这个系统是我的，我才是天选之子。”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，我知道他在怕什么，怕我真的死了。他连最后一条后路都没了，更怕我没死过得比他好。我就这样舒舒服服的躺了7天，偶尔看看监控里赵明的乐子。第7天，我迎来了第一个不速之客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调试水循环系统，突然听见玻璃敲击声，转头看见一只湿透的乌鸦站在窗台外，正用嘴啄着玻璃。我和前世害死我的弟弟重生回末日前，他抢走了我的增加系统，却根本不会用，而我却用他不要的减少系统建立了第一个末日堡垒。现在堡垒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一只湿透的乌鸦正站在窗台外，我看到它的翅膀和左腿都受伤了。我打开窗，乌鸦跌跌撞撞飞进来，瘫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给它清洗伤口，用急救包里的绷带包扎，又喂了点饼干蟹和水。乌鸦恢复得很快，第3天就能在房间里扑腾了。它很聪明，会敲击不同的东西表达需求。敲水杯是要喝水，敲食盒是要吃饭，敲窗户是想出去。我给它取名黑哨，它成了我的预警系统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发出特殊叫声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意识到一件事：减少系统或许不仅能作用于物体。第10天，黑哨的伤口愈合了，但留下严重的瘢痕，左腿活动不便。我突发奇想，把手放在他腿上，尝试减少瘢痕，能力居然生效了。不是完全治愈，但瘢痕减少了约30%，关节活动度明显改善。黑哨兴奋地拍打翅膀，绕着我飞了一圈，这发现让我心跳加速。这在缺医少药的末日可是神迹，更何况如果连生物组织都能影响，那疾病的衰老呢？这个无限减少系统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强大。监控画面里，赵明的处境开始好转，不是因为他学会了系统，而是因为他找到了捷径。他用母亲的金戒指作为报酬，请了同楼一个退休化学老师孙老师教他基础原理。赵明许诺等他学会系统，会给孙老师变出足够吃1年的食物。孙老师指着小黑板说，水是2个氢原子1个氧原子，盐就是氯化钠。赵明在底下学的抓耳挠腮，3天过去，他终于变出了1杯水和1小把盐。同楼幸存者们沸腾了，高喊着明哥牛逼。我就说明哥是天选之子。赵明享受着众人的吹捧，瞬间成了楼里的核心人物。他用系统变出更多盐，和邻居交换食物药品，甚至劳力。孙老师找到他提醒该兑现承诺了，赵明却变了脸说，孙老师，我是答应给你食物，但没说什么时候给啊，等我研究出怎么变食物再说吧。孙老师气得发抖，但不敢发作，因为赵明身边已经聚拢了几个青壮年，以林浩为首，成了他的护卫队。监控前我皱起眉头，赵明走偏了。无限增加系统的正确用法是像前世的我那样，从基础学起，一步步掌握复杂物品的制作，而赵明只学了皮毛就急于变现权力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变出的盐有问题。我仔细观察画面里那些人手里的盐，颗粒不均匀，颜色发灰，明显含有杂质。氯化钠是简单，但工业制盐需要提纯，去除重金属和有害物质。赵明变出的恐怕是粗盐，甚至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，但他不知道，或者装作不知道，因为权力已经让他上瘾。海啸后第15天，我的据点迎来第2批访客，这次是5个人，手持棍棒和菜刀，领头的是个光头壮汉，他们是一路搜刮上来的，已经清理了许多其他房间，现在他们盯上了我的楼层。黑哨提前发出了警报，我关闭发电机，房间陷入黑暗，门外传来撬锁声，片刻后门开了，5人愣在门口。光头喊了一声有人吗？没人回答，他低声喊了一句搜，5人鱼贯而入，然后我发动了能力减少摩擦力，地板突然变得像冰面一样滑，5人猝不及防摔作一团。我又减少了房间里的光线折射率，本就昏暗的房间变得更暗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们慌乱的喊怎么回事？我看不见了，救命啊，这里不干净。混乱中我悄悄摸到门口，把门重新关上，然后从外面把门框与墙体的连接强度减少了30%，一脚踹过去，整扇门连框带锁向内倒下，把刚爬起来的5人又砸了回去。我利用减少系统将闯入据点的5个人制服，打开手电筒照向他们说滚或者死。光头挣扎着爬起来，看到我手里的消防斧，又看看地上扭曲变形的门框，声音颤抖着说，兄弟误会，我们就是找点吃的。我打断他说，这层楼什么都没有，再敢来下次砸你们的就是天花板。5人连滚爬爬跑了，还留下了一堆掉落物，一把菜刀，2包受潮的饼干和一个打火机。海啸后第25天，温度开始迅速下降，短短3天直接到达-20度。赵明那边又出问题了，监控画面显示他们那栋楼开始出现争执，温度骤降，物资消耗加快，赵明变出的盐成了硬通货，他用盐换别人的食物和厚衣服，甚至居住空间。孙老师再次找他，态度强硬，说赵明，你答应我的食物呢？我教你那么多知识，你就这么对我？赵明冷笑说，孙老师，知识是知识，食物是食物，我现在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多余的给你？孙老师指着他说，你变出那么多盐。赵明打断他说，要不您再教我点别的，比如怎么变面包，我学会了第一时间分你。孙老师气得脸色发青，转身走了。但事情没完，当晚孙老师的孙女发烧了，他再度找上门。
孙老师为了发烧的孙女求赵明给他点药，赵明两手一摊说：“孙老师，药可比水复杂多了，您得先教会我啊。”孙老师神色焦急说：“我现在没时间教，孩子快不行了。”赵明两手一摊说：“那就没办法。”他站在门口死活不让孙老师进门，但我昨晚亲眼看到他将家里的储备药物锁进了柜子里，那些救命的药此刻只距离孙老师不到5米。孙老师最终失魂落魄的离开了。第二天，他抱着孩子从楼顶跳了下去，他们落在了20层的露台上，两人的身体很快被积雪覆盖。赵明站在窗边看着，表情没什么变化。林浩在旁边小声说：“明哥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赵明转头看他说：“浩子，末日就是这样弱肉强食，我们不够强，死的就是我们。”林浩沉默了。监控前我也沉默了。前世赵明推我下楼时也是这个表情，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错了，只会觉得世界对他不公平。极寒第1周，我遇到了一个活人，也不是从楼梯上来的，而是从电梯井。那天我正在检查通风管道，突然听见电梯井里传来异响，我握紧短刀躲在电梯门旁。几分钟后，电梯门被从外面撬开一条缝，一只冻得发紫的手伸了进来。电梯井里探出半个身子，是个30岁左右的女人，浑身湿透，头发结冰。她看见我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，因为我认识她。她叫宋秋，是前世我在另一个避难所认识的医生，她曾救过我的命，用最后一点抗生素把我从感染边缘拉回来。后来那个避难所被暴徒攻破，我逃了出来，再没见过她。宋秋喘着气说：“别动手，我没有恶意。”她爬出电梯井，瘫在地上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医疗箱。我放下刀，递过去一条毯子，问：“你怎么上来的？”她哆嗦着说：“楼下有个诊所，我一直在那里，但昨天暖气坏了，温度降到零下20，我往上爬，想找个暖和点的地方。”在极寒中徒手攀爬电梯井，这女人毅力惊人。我扶她到机房，给她热了杯水。宋秋抱着杯子汲取热量，她缓过来后说：“谢谢。”我叫宋秋，以前是医生。我说我叫赵征，问她怎么一个人，她眼神暗淡下去，说诊所本来有5个人，3个冻死了，1个为了抢药想杀我，被我推下楼了。她说得很平静，但手指在发抖。我看了看她怀里的医疗箱，问里面有什么。她打开箱子给我看，一一数过去，有抗生素、止痛药、缝合工具、消毒水，还有一些维生素和营养剂。在末日，这箱东西可是价值连城。宋秋给我展示了他的医疗箱，我问他：“你想用这个换住在这里？”宋秋摇头说：“不，我想用我的医术换。”宋秋说：“我帮你看病，你提供食物和庇护。”我看着他冻伤的手脚，还有脸上那道新鲜的擦伤，点点头说：“成交。”极寒第1个月结束时，赵明已经成了他那栋楼的无冕之王，靠着变颜的能力，他垄断了楼里所有交易。监控画面里，赵明坐在31层最大的房间里，脚边摆着炭火盆，那是用家具劈碎烧的，整栋楼的木制品都快被他拆光了。林浩进来汇报说：“明哥，16楼的老王不行了，肺炎咳了3天，今早没气了。”赵明头也不抬说：“尸体处理掉，他家的东西充公。”林浩点点头走了。赵明独自站在窗边，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，他摸了摸手腕，那里戴着从孙老师尸体上扒下来的手表，然后他笑了，笑容里满是得意和掌控感，但他不知道危机正在酝酿。楼里的存粮快耗尽了，更糟糕的是，因为长期摄入杂质盐，不少人开始出现浮肿、乏力、高血压等症状，仇恨在暗中滋长，只是缺一个引爆点。机房里的物资消耗比预期慢，减少系统让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，但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。时隔1个月，我不得不出门了。我需要新的补给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想测试一下系统的应用极限。宋秋听说我要出去，坚持要跟。出发那天气温零下45度，宋秋带着我往下找到了诊所。门被冰封住了，我用系统减少门锁的冻结强度，轻松撬开，里面一片狼藉，但药品柜还算完整。宋秋熟练地翻找抗生素、止痛药和缝合包，我则收集其他有用的东西，酒精、纱布、维生素，甚至找到几盒未开封的巧克力。正准备离开时，楼下传来声音，不止1个人的脚步声，我认出来了，他们是赵明的人。我们迅速躲进里间，脚步声停在诊所门口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，说冰被凿开了，有人来过。另一个人说进去看看。门被推开，2个持棍的男人走进来，我躲在里间屏住呼吸，手搭在腰间的短刀上。宋秋更紧张，他抱紧医疗箱，指关节发白。外面传来翻找声，那2人在搜刮残余物资。一个声音抱怨说，这破诊所早就被搬空了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另一个说，老大让咱们每天巡逻，不就是防着有人偷摸找吃的吗？脚步声朝里间靠近，我握紧刀柄，脑中迅速规划，硬拼不是最佳选择。对方有2个人且持有武器，我压低声音对宋秋说，待着别动。几乎就在同时，门被从外面猛地推开。门被猛地推开，持棍男人跨步进来，我在他重心前倾的瞬间，一脚踢在他膝盖侧后方，同时发动能力减少他脚下地板的摩擦力。男人像踩在冰面上一样向前滑倒，棍子脱手飞出，我没给他反应时间，短刀刀背狠狠砸在他后颈，他闷哼一声瘫软下去。整个过程不到3秒，外面的同伴听到动静喊了一声老张，他举着棍子冲进来，迎接他的是我抓起的一把医用滑石粉，粉末在空气中弥漫，我同时减少了光线在粉尘中的穿透率，整间屋子瞬间变得雾蒙蒙一片，能见度不足半米。男人惊慌地挥舞棍子喊谁在那儿出来，我绕到他侧面，用同样的手法击倒他。5分钟不到，赵明派来巡逻的2人都昏迷了。宋秋从藏身处出来，看着我眼神复杂，他说你下手很熟练啊。我没跟他解释那5年我经历了什么。我从这2人身上找到半包烟、1个打火机，还有2张赵明手写的通行证，上面潦草的写着31楼赵老大的人。我把通行证收好，拖起2人往外走。宋秋问你要杀了他们，我说不，我要让他们回去报信。
我把两人拖到楼梯口，用冷水泼醒其中一个。他惊恐地看着我，想往后退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捆住了。我让他回去告诉赵明，他哥在锦绣大厦34楼。男人瞪大眼睛，表情惊恐。我说告诉他我这里有吃的有药有发电机，暖和的像春天。然后拍了拍他的脸，说原话带到，少一个字，下次见面我就不是这么客气了。我踢了他一脚，说滚吧。男人连滚爬爬往下跑，连同伴都顾不上。宋秋不解地问为什么故意暴露位置。我说赵明迟早会找到这里，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主动设局，而且我需要他来找我，毕竟前世他推我下楼的债该还了。回到34楼的路上，我开始布置。我在楼梯通道里撒了细碎的玻璃碴，还减少了关键台阶的结构强度，主房间的门锁的也减少了复杂程度，让它可以轻易从外面撬开。但在门框内侧我增加了3层暗扣，同时我在门上方悬挂了几个空罐头盒，用细线连接。门被大力推开时会拉动细线，罐头盒落下发出警报。黑哨被我安排在通风管道里，那里视野最好，能看见整层楼的情况。宋秋负责后勤，他整理药品，准备绷带，还把手术刀磨得锋利。第3天下午，我等的人来了。我从监控里看到楼梯间出现人影，一共8个。赵明走在中间，裹着厚厚的棉衣，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笑。林浩跟在他身侧，另外几个也都是青壮年，手持各种自制武器。走在最后的人踩到了玻璃碴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没当回事。但紧接着台阶层层裂开，他直接掉落到了下一层。赵明脸色一变，带着剩余几人快步离开了台阶区域。他站在走廊里喊了一声哥，我知道你在。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，但没人回应。赵明脸色沉下来，挥手说搜，手下分散开，挨个房间踹门。很快有人发现了主房间，喊说明哥这门锁着但很松。赵明走过去，亲自试了试门把手，脸上露出笑容。赵明后退一步，让一个手下撞门，手下退后几步，猛地冲过去，门锁应声而开，但门只开了10厘米就卡住了，因为暗扣起了作用。撞门的人因为惯性前倾，脸撞在门板上直接晕倒。赵明骂了一声废物，自己上前查看。就在这时，门上的罐头盒落下，砸在地板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巨响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赵明也下意识后退。我在监控前笑了，好戏才刚开始。林浩最先镇定下来，他说明哥不对劲，像是有准备。赵明脸色铁青，他抬脚猛踹那扇卡住的门，门框发出呻吟，但依然没开。我按下了遥控开关，机房的音响里传出我提前录好的声音，说赵明你来了。声音从走廊两端同时响起，带着低沉的回音。赵明手下有人惊叫说有脏东西，赵明怒吼说闭嘴，肯定是赵征在装神弄鬼。他大喊赵征你给我出来，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。音响里继续传出声音，我说你不是想要我的物资吗？门都打不开怎么拿？赵明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命令手下说给我砸，把门砸开。2个壮汉举起铁棍开始撞击门板，我再次按下遥控。这次触发的是我提前布置在走廊天花板上的礼物，几袋面粉从通风口落下，在空中爆开，白色面粉弥漫整个走廊，能见度骤降。我同时发动系统能力，减少空气流动，面粉悬浮在空气中，久久不散。赵明团队彻底乱了，有人咳嗽，有人尖叫，有人胡乱挥舞武器。林浩大喊说别慌，是面粉而已，捂住口鼻。但已经晚了，我推开了走廊另一端的门，走了出去，脚步声在面粉雾中清晰可闻。赵明团队齐刷刷转向声音来源，透过白色粉末，他们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。赵明喊了一声，他在那里，抓住他。几个人同时朝我冲来，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等他们冲到一半，我发动能力，减少他们脚下那片地板的结构强度。冲在最前面的人脚下地板突然下陷，他失去平衡摔倒，后面的人刹车不及，撞作一团。面粉雾中响起一片惨叫和怒骂。我转身退回房间，关上门。门外传来赵明歇斯底里的吼叫，他说赵征我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音响里再次传出我的声音，我说赵明你实在太笨了，给你增加系统你只会变严，给你权力你只用来欺压弱者，给你重来的机会，你依然选择当个废物。赵明疯狂地踹着旁边的墙壁，吼着你凭什么教训我？从小到大你都比我强，现在末日了你还要压我一头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你死。他的声音里满是扭曲的怨恨，我听着却一片平静。前世坠楼时那种愤怒和不解，此刻烟消云散。原来他一直活在我的阴影里，哪怕我从未想过与他比较。面粉逐渐沉降，走廊恢复视线。赵明团队的几个人狼狈不堪，有人摔伤了膝盖，有人扭了脚踝，只有林浩还算镇定。他扶起赵明说明哥咱们先撤。从长计议，赵明一把推开他，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房门。他说我不走，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一个年轻小伙小声说明哥我脚崴了走不动了，另一个说这里太邪门，咱们先回去包扎一下吧。赵明环视手下，看到他们眼中的恐惧和退意，他咬牙说好先回去。一行人互相搀扶着离开，脚步声消失在楼梯间。我从猫眼里确认他们走了，打开门检查，地板上留下斑驳血迹和面粉混合的污渍，门框有轻微变形但整体无碍。宋秋从藏身处出来，看着走廊说他们还会再来。我点头说会，而且下次会更狠。但下次来的时候，赵明可能连团队都组不起来了。赵明团队撤退后的第3天，监控画面捕捉到了他那边的情况。31楼的气氛明显变了，赵明把自己关在最大的房间里，砸了不少东西。林浩负责安抚其他人，但效果有限，因为受伤的人需要药物治疗，而赵明变不出药。一个崴脚的小伙子发起高烧，伤口感染了，他家人哭着求赵明想办法。赵明暴躁地说我能有什么办法？
我又不是医生。林浩私下找到赵明，建议用盐去其他楼交换药品。赵明拒绝了，说盐不能轻易给别人。但他没说的是，他已经发现盐有问题。监控拍到他深夜独自检查盐袋，抓出一把在灯光下细看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杂质盐的事快要瞒不住了。赵明楼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，有人说赵明其实只会变盐，有人说不仅如此，那些盐吃了还会得病，还有人说听说赵征那边物资充足，如果当初跟的是赵征就好了。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在人群中发芽。赵明开始加强控制，他让林浩带人收缴各家的金属器具，说是要打造更多武器，还规定所有人每天必须上交一定量的搜寻物资，否则扣罚10盐。高压政策让怨气不断累积。而我在锦绣大厦这边开始了第2步计划。宋秋提供了一个思路，他说那个发烧的小伙子有个姐姐叫李倩，也许可以从他那里打开缺口。我考虑后决定冒险一试。极寒第2个月，温度稳定在零下40度左右。我带着宋秋再次下到诊所，留下了一板退烧药和一张字条。我们躲在暗处观察。下午果然有人来了，是个30岁左右的女人，她脸色憔悴，步履匆匆。宋秋小声说就是她。李倩看到药和字条后，她愣了很久，然后迅速收进口袋，慌张的离开了。她回去后没有直接去找赵明，而是去找了林浩。2人在门口低声交谈。林浩拿着那板药看了很久，最终也没有把药交给赵明，而是藏进了自己怀里。林浩是赵明最信任的手下，但现在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了。退烧药事件3天后，赵明那边出事了。因为长期食用杂质盐，楼里超过一半的人出现不同程度的水肿，最严重的是个老人。他去找赵明讨说法，质问他盐到底干不干净。赵明矢口否认，说盐没问题，是你体质差。争吵中，老人突然倒地，抽搐几下后没了呼吸，人群炸了。老人儿子红着眼扑向赵明，被林浩带人拦住，但这次拦不住了，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，他们受够了饥饿寒冷，受够了赵明的欺压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，他不给我们活路，我们也不让他好过。人群开始往前涌，赵明脸色发白，他后退着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没有我你们早就饿死了。林浩挡在他身前，但手下其他人犹豫了，他们看着愤怒的人群，又看看赵明，最终有2个人放下了武器，局势一触即发。这时李倩站了出来，她大声说，大家都冷静，现在内斗只会让所有人都死。李倩接着说，大家现在需要药，而我知道哪里有药。所有人齐刷刷看向他。李倩说，我在诊所找到了退烧药，但那里的药早就被搜刮空了，这药是有人故意留下的。他顿了顿，看向赵明，说留下药的人还留了句话。赵明皱眉问什么话，李倩一字一顿说盐有问题，别吃了。李倩当众指出赵明的盐有问题，赵明的脸瞬间涨红，他指着李倩说，你在胡说八道。但已经晚了，人群开始窃窃私语，看向赵明的眼神充满怀疑和愤怒。林浩站出来打圆场，说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大家的健康问题。他建议组织人手去更远的地方搜寻药品。赵明顺坡下驴，同意了这个提议，但裂痕已经无法修补。当晚的监控画面显示，赵明把李倩叫到房间，2人爆发激烈争吵，具体内容听不清，但最后李倩是哭着跑出来的。林浩在走廊拦住他，2人低声交谈了很久。谈话结束时，林浩拍了拍李倩的肩膀，表情沉重。我知道时机快成熟了，我主动联系了林浩，我用从赵明手下那里缴获的对讲机调整到他们团队的备用频道。深夜频道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，我按下通话键，说林浩听得到吗？几秒后，林浩警惕的声音传来，你是谁？我说给你药的人。频道里沉默了很久，林浩再次开口时，声音压低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我想跟你做笔交易。林浩冷笑说，我凭什么信你？我说就凭赵明快要完蛋了，而你有选择的机会。但也没切断通讯。我继续说赵明的盐有问题，吃久了会要命，这是瞒不了多久。等更多人发病，第一个被撕碎的就是他，而你作为他的头号打手，猜猜愤怒的人群会怎么对你？林浩呼吸变重了，我知道他动摇了。我加了一把火说，李倩的弟弟还好吗？高烧退了吗？林浩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没回答，只是说我有药，而且不止退烧药。林浩问你要什么？我说赵明系统的秘密。林浩愣住了，什么秘密？我说他到底能变出什么？不能变出什么？他每天用系统的频率，用完之后的状态，所有细节。林浩犹豫了，我知道他在权衡利弊，投靠我意味着背叛赵明，风险很大，但继续跟着赵明注定是死路一条。我说你不用现在答复，3天后诊所见。然后我切断了通讯。接下来的3天，赵明团队加速分裂，因为药品短缺，又有2个人死于感染，其中一个还是林浩的远房表亲，他被用床单裹着从窗口扔下去，落在厚厚的冰层上。林浩站在窗边看了很久，表情冷得像外面的冰。赵明却在这时做了一件蠢事，他为了巩固权威，宣布要举办一场神迹展示。他承诺2天后，他要当众变出真正的食物。消息传开，楼里掀起小小轰动。但我通过监控看到赵明深夜独自练习时，面对一个苹果，额头青筋暴起，最终只变出一团糊状物。他暴躁地摔烂了那团东西，低吼着为什么不行。他根本没想明白，增加系统的本质是创造，创造需要理解。他只会死记硬背化学式，而食物是复杂的生命体，所以2天后他注定失败，那就是他的统治崩塌之日。第2天，林浩如约来到诊所，他独自一人裹着厚厚的棉衣，脸冻得通红。我站在阴影里，宋秋在我身后3步的位置警戒。林浩看见我表情复杂，他说没想到真的是你。我开门见山说赵明明天会失败。林浩盯着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因为他不读书，增加系统不是许愿机，他需要知识。赵
赵明高中化学元素表都背不全，指望他变出食物。林浩沉默了。我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铁盒推过去，里面是6板抗生素、4盒止痛药，还有几支注射剂。林浩眼睛瞪大了。我说这是定金，告诉我赵明系统的详细情况。这些就是你的，事成之后还有更多。林浩的手在颤抖，他家里也有病人，这些药能救他们的命。林浩深吸一口气，说赵明每天最多使用3次系统，每次使用后会极度疲惫，需要大量进食休息。他目前只能稳定变出3种东西：粗盐和浑浊的水，以及一种类似面粉的粉末，但吃了会拉肚子。他尝试变药物失败过7次，变罐头失败过12次，最近一次尝试变苹果，结果得到一滩烂泥。林浩说完，低头看着药盒，说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说明天展示会，我要你做个选择。当赵明失败，人群愤怒时，你要站出来。林浩猛然抬头说，你让我背叛他。我说是让你救自己，还有这栋楼里还活着的人。林浩咬牙说，我凭什么信你？万一你也是另一个赵明呢？我打断他说，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不需要奴隶，我只需要合作者。我从背包里又取出一个袋子，里面是10包压缩饼干和5块巧克力。我说这些也给你，你可以选择不信我，继续跟着赵明走向死路，或者赌一把，给自己和你在乎的人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林浩盯着那些食物和药品，喉结滚动。末日前他是工地的小工头，讲义气重承诺，但末日3个月，他见过太多死亡和太多背叛。最后他说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说明天展示会前给我答案。他点点头离开了。宋秋走到我身边，看着林浩的背影问我，他会背叛赵明吗？我说会，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。宋秋问，那你呢？你打算怎么处置赵明？我看着窗外灰白的天空，说我会最后给他一个机会。展示会当天，气温骤降到-50度，狂风卷着冰晶拍打窗户，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所有人都想亲眼看看赵明的神迹。赵明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，面前摆着一张桌子，他穿着最厚的棉衣，脸色却苍白，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。林浩站在他身侧，表情平静。赵明开始讲话，声音因为紧张而尖利。他说，各位，今天我将向你们展示系统的真正力量，我不只能变出盐，还能变出真正的食物。他站在台子上，双手虚按着桌面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台下挤满了人，一张张脸因为饥饿和寒冷而凹陷，眼睛里却燃着最后的希望之火。林浩站在赵明侧后方半步的位置，垂着眼看不清表情。赵明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空罐头盒，郑重地放在桌子中央。他环视众人，声音刻意放大说，诸位请看，这是一个空的牛肉罐头盒。他举起盒子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内部空无一物，然后他将盒子扣回桌面，双手附在上面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发动系统。林浩的表情极为用力，眉头紧锁，脸颊肌肉颤抖，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，只有狂风拍打窗棂的呜咽。1分钟后，赵明猛地睁开眼，大喝一声，双手移开，那个罐头盒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。人群开始骚动，窃窃私语声像潮水般蔓延。赵明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立刻强作镇定。他伸出手，做出一个缓慢掀开盒盖的动作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。盖子被掀开了，盒子里赫然出现了一坨暗红色、质地粘稠的物体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咸腥气味。赵明脸上绽放出狂喜，他举起盒子，高喊道：“成功了，我变出来了，这是牛肉酱！”人群沸腾了，几个靠近的人伸长脖子，贪婪地嗅着那气味，有人已经开始吞咽口水。赵明得意地看向众人，眼神里满是炫耀。就在第一个人忍不住想上前尝尝的时候，李倩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她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坚定。她大声说：“等等，大家别急着吃！”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。赵明脸色一沉，呵斥道：“李倩，你想干什么？嫉妒我的能力？”李倩没理他，径直走到台前，指着那盒牛肉酱，她说：“赵明，你刚才拿出来的真是空盒子吗？”赵明眼神闪烁，抢辩道：“废话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”李倩摇摇头，转向人群说：“不对，我弟弟发烧那天，我清理过他的床头柜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里面有一个吃剩的豆瓣酱罐头，因为太脏没舍得扔，但盖子盖回去了。”他盯着赵明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那个罐头盒和你刚才拿出来的这个，连侧面的凹痕都一模一样。”人群瞬间寂静，赵明的脸刷得白了。李倩乘胜追击说：“如果你不信，我们可以看看桌子下面。”他不等赵明反应，一个箭步上前，猛地掀开了桌布，桌板底下用胶带粘着几个扁平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些发黑的面包屑、几块干瘪的果脯，还有小半袋黏糊糊的颜色可疑的酱料。那是赵明平日里从大家上交的物资里克扣下来的珍藏。而那个空罐头盒的底部有一根几乎看不见的透明鱼线，一路延伸，连接在桌板下一个简陋的杠杆装置上。真相大白，原来所谓的神迹不过是一场粗劣的魔术。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然后爆发出巨大的声浪，愤怒、失望和被愚弄的屈辱瞬间吞噬了所有人。不知道谁先喊了一句骗子，紧接着有人说打死他，把我们的东西还回来。怒吼响成一片，人群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台子。赵明彻底慌了，他徒劳地挥舞着手臂，尖叫道：“不是的，我能变出来的，只是今天状态不好。”没人在听他的鬼话。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死了父亲的儿子，他双眼赤红，手里攥着一节生锈的钢管。赵明吓得连连后退，脚下一半摔倒在地。紧接着人群涌向舞台，瞬间吞没了赵明。赵明透过缝隙向林浩伸出一只手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，
哭喊道：“耗子救我！”拦住他们。林浩却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看着赵明，眼神复杂，有怜悯，有失望，最后归于一片淡漠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压过了嘈杂。他说：“赵明，你收手吧。你明知道盐有问题，也知道自己变不出来食物和药品，那些只不过是你获取权力的手段而已。你会害死所有人的。”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赵明惊讶地看着林浩，最终被围上来的人群彻底淹没，拳脚雨点般落在他身上。王秀兰尖叫着扑上来，想护住儿子，却被混乱的人群推搡到一边，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林浩没有参与围殴，他转身走到李倩身边，护着她推到角落，然后他看向了窗外锦绣大厦的方向，轻轻叹了口气。赵明的统治在10分钟内土崩瓦解，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棉衣被撕破，像条死狗一样蜷缩在墙角。他那些所谓的心腹，除了2个铁杆跟班还勉强护着他，其他人都作鸟兽散，有的甚至反过来加入了声讨的队伍。王秀兰哭喊着扒开人群，扑到儿子身上，他回头用怨毒的眼神扫视着曾经敬畏他们母子的人，尤其是林浩和李倩。他尖声咒骂，说：“你们这些白眼狼，忘了是谁给你们盐活命了？我儿子是天选之子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”但他的声音被更大的声浪淹没。有人提议把赵明和他妈关起来，有人要求立刻交出所有克扣的物资，现场乱成一锅粥。最后是林浩站了出来，他手里还拿着我给他的耐带药和食物。他提高声音说：“大家都静一静，现在打他骂他都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快没吃的了，病人也需要药。”他举起手里的袋子，说：“这些是有人给我的，条件是让我们这里恢复正常，不要再跟着赵明走向绝路。”他看向狼狈不堪的赵明，说：“赵明，你和你妈带上你们的人，离开31层，去别的楼层自生自灭吧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”赵明在母亲的搀扶下爬起来，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眼神阴鸷地扫过林浩，扫过所有人，他没说一句话，在王秀兰和2个跟班的搀扶下，一瘸一拐地离开了会议室。监控画面里，赵明一行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赵明双目赤红，疯狂地砸碎了房间里所有能砸的东西。王秀兰在一旁哭哭啼啼，一边抹泪一边说：“都怪赵征，都怪那些没良心的。”2个跟班低着头不敢说话。赵明发泄够了，喘着粗气坐在破烂的沙发上，他盯着窗外，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。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，在这栋楼里他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。林浩和李倩一起接管了剩余的资源分配，虽然过程艰难，但至少回归了基本的秩序，不再有克扣和欺压。赵明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，盐也没人再敢要了，他只剩下一条路，那就是去找我。他坚信只要夺走我的减少系统，或者逼我交出物资，他就能翻身。这是他偏执大脑里唯一的逻辑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他开始准备收集还能用的武器，几把磨尖的钢管，几块厚木板，逼迫母亲和跟班省下口粮，做最后的体力储备。他像一头受伤的困兽，在绝境中酝酿着最后一次，也是最疯狂的一次反扑。而我在锦绣大厦的34楼，平静地等待着。我知道他会来，这出戏该落幕了。3天后的凌晨，赵明带着他的小队伍出发了。他和王秀兰还有仅剩的2个跟班，一共4人。他们用床单搓成绳子，从31层的窗户爬下，落在厚厚的冻得坚硬的冰面上，然后深一脚浅一脚，朝着相隔不到100米的锦绣大厦跋涉。狂风卷着冰碴，能见度极低。这段在往日只需几分钟的路程，在零下50度的极寒和狂风中，变得异常漫长和致命。我在夜视监控里清晰地看着他们。王秀兰很快体力不支，几乎是被2个跟班拖着走。赵明走在前头，不时回头咒骂催促。他们花了将近1个小时，才终于抵达锦绣大厦的外墙，从一处破损的窗户艰难地爬了进去。当他们喘着粗气，浑身挂满白霜，颤抖着推开34层防火门时，看到的是灯火通明的走廊。机房的发电机低吼着，提供着稳定的电力。走廊的应急灯全亮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太阳取暖器，散发着诱人的橘红色光芒。与下面冰冷黑暗的死亡世界相比，这里仿佛温暖的天堂。赵明的眼睛瞬间就红了，是嫉妒，是狂怒，也是看到希望的贪婪。他嘶哑着嗓子喊道：“赵征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赵明的嘶吼在空旷的走廊里撞出回音，他浑身挂满冰碴，眼珠布满血丝，像一头穷途末路的野兽。王秀兰瑟缩在他身后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却还死死拽着赵明的衣角。2个跟班举着磨尖的钢管，手在发抖，不知是冻的还是怕的。我站在机房门口，手里没拿任何武器，只有黑哨安静地蹲在我的肩头。宋秋站在我侧后方的阴影里，手里握着磨亮的手术刀。我说：“你来了。”赵明看到我最后的理智崩断，他指着我的鼻子，声音因为激动和寒冷而扭曲，说：“你果然躲在这儿享福，这暖气这点都应该是我的，是你抢了我的系统，抢了我的一切。”王秀兰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立刻哭嚎起来，说：“小征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看看你弟弟成什么样了？你是当哥的，快把东西都拿出来，这地方让给明明住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那目光让他下意识缩了缩脖子。我忽然想起前世，我被推下楼前，他只是在一旁看着别过了头。我说：“妈，前世赵明推我下去的时候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”王秀兰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说：“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什么前世？”赵明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，大吼道：“你胡说，那是你自己没站稳。”
我不再废话，侧身让开半步，露出身后机房的门缝，里面透出暖黄的光，发电机低鸣，甚至飘出食物加热的淡淡香气。两个跟班的喉结明显滚动了一下，我指了指身后，说机房里有食物，有水，有药，有发电机，够几个人舒舒服服活很久，但你们拿不走。赵明狞笑着举起手里的匕首，说就凭你，我们可是有4个人，打死你东西都是我们的。他挥了挥手，两个跟班举起手里的钢管和木板，虽然也在发抖，但脸上露出凶狠。我摇摇头，用脚尖点了点地面，说不是凭我，是凭这个。我发动了减少系统，目标不是他们，也不是武器，而是我们脚下这整整一层楼板与大楼核心承重柱之间的连接强度。一种低沉的令人牙酸的声音从建筑的深处传来，墙壁和天花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，整层楼的地板以肉眼可见的开始倾斜，地板与墙角的接缝处灰尘簌簌落下，随即裂开蛛网般的细纹，天花板上的灯管剧烈摇晃，光影乱颤，整层楼像一艘开始倾覆的船一样开始晃动。赵明4人脸色大变，惊恐地扶住墙壁。赵明4人手忙脚乱地扶住墙壁，一个跟班手里的钢管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滚向低处。赵明死扒住门框，尖叫着说：“你疯了吗？你都干了什么？这楼塌了，谁都活不了！”我站在相对平稳的机房门口，尖头的黑哨稳稳立着。我淡淡的开口说：“我没干什么，只是让这一层变得脆弱了一点。任何剧烈的动作，比如奔跑，比如打斗，比如重物撞击，都可能让他提前退休。”我看向那两个面无人色的跟班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们猜，是你们先打死我，还是我们先一起掉到30层以下的冰水里？”赵明的两个跟班已经吓傻了，手里的武器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他们只是跟着赵明想混口饭吃，从来没想过要陪葬。一个跟班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他跪在地上崩溃的大喊：“我不干了，我要下去！”然后连滚带爬地冲向楼梯间。另一个跟班看了看地上的赵明，又看看深不见底的楼梯井，最终一咬牙也丢下王秀兰跟着跑了。现在走廊里只剩下我和宋秋，以及扶着门框喘粗气的赵明和瘫在地上的王秀兰。赵明额头青筋暴跳，绝望和愤怒让他彻底疯狂。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，冲向旁边的墙壁狠狠扎去。他想制造震动，和我同归于尽。赵明想跟我同归于尽，但我的系统一直锁定着他。在他肌肉绷紧、发力突刺的瞬间，我对他脚下那块地板同时使用了减少摩擦力和减少结构稳定性。赵明一脚踏出，感觉仿佛踩在了涂满油脂的脆冰上，他冲刺的力道瞬间被扭曲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以一种滑稽又狼狈的姿势向前扑倒，匕首脱手飞出，擦着墙壁划过，只留下一道浅痕，而他本人则结结实实地摔在坚硬冰冷已经倾斜的地板上，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。这一下摔得极重，他蜷缩起来痛苦的呻吟，一时半会儿根本爬不起来。而整层楼因为这次撞击，又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震动和呻吟，大块的墙皮从天花板剥落，砸在地上摔得粉碎。宋秋在机房门口低呼一声，扶住了门框，而我稳稳站着，看着地上像虾米一样弓着的赵明。我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，他挣扎着想抬头，眼神里混合着剧痛、恐惧和不甘。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前世坠落时他最后那张狰狞的脸。我说：“赵明，你错了，从你重生后抢走增加系统那一刻就错了。你以为那是我前世成功的捷径，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他对你来说就是死路一条。”赵明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，嘶声道：“少废话，成王败寇。”我摇摇头说：“不是成王败寇，是你不懂，系统从来不是关键，增加系统在我手里是生路，在你手里是死路。不是系统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就你这样的，给你金山你也会饿死，但给我一把土我就能种出粮食。”他眼神涣散，不知有没有听进去。我站起身看向王秀兰，她爬过来抱住我的腿，哭喊着说：“小郑妈错了，妈知道错了，你饶了你弟弟吧，我就想他活着。”我轻轻掰开她的手，我说：“妈，我可以让你们活着。”她猛地抬头，眼中爆发出希冀。我指了指楼梯间，说：“从那里下去，回到你们来的地方，林浩会给你们最低限度的生存物资，只要你们安分守己。”他又看向地上的赵明，说：“那他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他自己选的路，自己走回去。如果他还能爬回去的话，这不是宽容，这是比死亡更残忍的惩罚，让他们回到那个寒冷、饥饿、被所有人唾弃的环境里，用余生去咀嚼自己的失败和愚蠢。而我将继续活在我的堡垒里，带着我的伙伴、我的系统，等待极寒过去，或者迎接下一个挑战。这才是末日里真正的胜负。”王秀兰最终连拉带拽，拖着几乎无法行走的赵明，消失在了楼梯间的黑暗里。黑哨飞过去，在门口盘旋了一圈，确认他们真的离开了，才落回我肩上。宋秋从阴影里走出来，递给我一杯温水，他说：“都解决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喝了一口水，温润的感觉驱散了喉间的寒意。看着走廊里的一片狼藉，还有那微微倾斜的地板，我再次发动系统，缓缓恢复地板与承重结构之间的连接强度。令人不安的呻吟声渐渐平息，地板回归水平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只是那些掉落的墙皮和裂缝，记录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宋秋说：“你最后为什么不杀他们？因为死亡太简单了，有时候活着承受代价才是最好的结局。”我看着窗外依旧肆虐的风雪，说：“仇恨和杀戮
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活下去并且活得像个人，才是对敌人最大的嘲讽。宋秋若有所思，我回到机房，启动了几个备用的小型空气加热器，温暖的气流慢慢充盈房间。我检查了水循环系统和剩余的物资清单，减少系统的存在，让我的消耗远低于常人。但坐吃山空确实不是长久之计，极寒纪元还远未看到尽头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我需要更长期的计划。几天后，林浩通过约定的频道联系了我，他说赵明和王秀兰回去了，伤得不轻但死不了，楼里的情况暂时稳定。他按我说的给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份额，但也仅此而已，没人再把他们当回事。赵明整天缩在角落，眼神呆滞，偶尔会神经质的自言自语。王秀兰则四处向人哭诉，说我多么无情，赵明多么可怜，但因者寥寥。林浩说谢谢你给的药，救了很多人。我说不用谢我，这是交易，你做得很好，维持了秩序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问以后我们怎么办。我知道他问的是那栋楼里剩下的几十口人。我说极寒可能还会持续很久，靠搜寻不是办法，你们需要自己想办法生产。他苦笑说生产这种天气这种条件。我说赵明那套增加系统虽然他用废了，但原理没错，你们那里应该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吧。林浩想了想说有个农科院的退休教授，还有2个以前在化工厂干过的工人。我说那就组织起来，让他们试试用容器重点速生的豆芽蘑菇，搜集一切能用的东西，金属塑料都行，尤其是书本，知识现在最宝贵。林浩沉默了很久，说我会试试看。通话结束前，我最后说了一句活下去不是等来的，是争来的。锦绣大厦里，我的生活也在继续。宋秋的医术和我的减少系统配合，让我们在健康方面有了不小的保障。黑少学会了独自搜寻，从各种缝隙和管道里叼给我不少有用的小东西。而真正的惊喜来自极寒第3个月的一次例行探索。我沿着安全通道往上，到达了42层的顶层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设备间，里面布满灰尘和锈迹。在废弃的中央空调机组后面，我发现了一个落满灰的木质板条箱。撬开箱子，里面是一套小型风力发电机的组件叶片、发电机控制器、蓄电池。虽然型号老旧，部分叶片有裂痕，但核心部件似乎完好。箱底还有一叠泛黄的图纸和安装手册。风力发电在这狂风永不止息的世界，简直是天赐的宝藏。我用减少系统，小心翼翼地减少了叶片裂缝，虽然不能完全修复，但足以让它重新达到勉强可用的强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宋秋在黑少的协助下，开始尝试在楼顶安装这套设备。过程虽然艰难，但当第一片叶片在狂风中缓缓转动，仪表盘上终于跳起微弱的充电指示灯时，宋秋冻得通红的脸上露出了极寒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。希望有时候就是这一点微弱的电流。日子在重复的严寒、有限的探索和缓慢的建设中流逝。风力发电机提供了额外电力，让我能运行一个小型电热器，画出一小片真正的温暖区。豆芽和蘑菇的试验在2地同步缓慢推进，虽然产量微不足道，但那点绿色成了心理上的强心剂。我系统能力的边界也在拓展，我发现自己能减少伤口愈合过程中的疤痕增生，能减少陈旧冻疮的痛痒感，甚至能减少人体对极端低温的反应。我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这些应用场景，像在写实验笔记。直到某天清晨，黑少没有像往常一样敲击适合索要早餐，而是焦躁地不停撞击面向东方的窗户。我走到窗前，用手抹开玻璃上厚厚的冰霜，地平线上那片仿佛永恒不变的铅灰色似乎淡了一点点。风仍在呼啸，但穿透厚重窗缝时，那种能瞬间带走所有热量的极致酷寒仿佛减弱了一丝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错觉。宋秋走过来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他忽然说：“你听。”我屏住呼吸，在风的间隙里，我捕捉到一种新的声音，很轻微，很遥远，来自下方被厚厚冰层包裹的世界。冰层内部传来了细微的咔嚓声，不是碎裂，更像是松动。我和宋秋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瞳孔里微微摇曳的光。这场吞噬一切的极寒纪元可能并非永恒，它也有极限，也会疲惫，也会出现裂缝。而我带着我的减少系统，活过了最死寂凛冽的寒冬。等到了冰层溶洞的第一丝征兆，我走到工作台前，打开那台一直沉默的卫星电话。屏幕上依旧没有信号格，但电池标志还顽强地亮着绿色。我又拿起对讲机，调到1个多月来只听见过电流杂音的公共救援频段，里面依旧是沙沙的空白噪音。我听了很久，然后按下通话键，用平稳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地说：“这里是锦绣大厦，有人听到吗？”声音被电波载着，摄像依旧被冰雪封锁的天空不知去向何方，没有回复，只有风声和冰层遥远的低鸣。我放下对讲机，转身开始准备今天的早餐，将融化的雪水煮开，加入最后的几片脱水蔬菜和一点点盐。宋秋默默地帮忙。窗外的世界依旧被无边无际的冰雪覆盖，惨白一片。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，冰层之下必有暗流，减少系统的真正力量或许才刚刚开始显现。那不只是关于生存，更是关于在废墟上重新建立秩序的可能。